也许大家都期待山寨季吧。如果放在21、22年那类周期，山寨季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阶段性循环。但放到现在这个周期，是否还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山寨季？我认为山寨季的出现可能会表现为主题板块轮动。现在的行情更像一个叙事，一波资金涌入，暴涨退潮，在下一个叙事的启动。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不要瞎猜，穿过去回看一段历史，看看上一次出现这种市场氛围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买了山寨币，后来会怎么样？通过这一次的模拟，我相信无论这一轮有没有山寨季，你都能做回那个最初的自己。我们将时间线拉回2020年9月1日，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在半个月之前，比特币在8月17冲至历史高点12万5千，创下疫情之后的新高。ETH 呢，则是刚走完一波超过30%的超强上涨。整体市场的氛围就是山寨季又来了吗？这一切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眼熟？现在这一轮行情，比特币从低点一路冲至12万6千，创下历史新高。ETH 在前几个月也开始接棒上攻，表现非常吸睛，一度突破4800。但即便价格已经跌至如今的水平，我们仍然保持乐观。乐观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首先，美联储决定12月1日正式结束量化紧缩 QT。那有没有实行 QE 的话，我们就不得而知。但是停止了量化紧缩，意思就是说，它这个不再从市场抽取一定的流动性，也就是抽水。还有一个的话是美联储的 TGA 账户，在一度达到高点之后呢，终于是要迎来释放了。那什么意思呢？大白话就是说，我现在攒够钱了，我要花出去，那么就会有一波流动性注入到市场当中。不一定是加密货币的市场，也有可能是其他市场，但加密货币肯定会波及到。波及这个词用的不太好，就是说加密货币市场肯定也会涌入一笔新的资金。那再是美联储降息的概率啊，那在昨天晚上一路飙升至83%点，就现在已经是83.2%。这三个消息的话，都代表着可能还会有一波上涨的空间。那么山寨季会不会来呢？接下来我们从20年9月1日这个时间点出发，做一场真实的模拟实测。假设你在那一天，也就是 ETH 刚领涨，然后山寨氛围刚要起来的时候，选择进场购买一些蓝筹山寨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赚多少？你会经历几次让你怀疑的人生急跌？你会在哪一段忍不住下车？还是你真的撑到了最后，吃到了最大的涨幅？我会以 BNB 作为例子。为什么是 BNB 呢？因为当时的话 BNB 并不是市场上最热门的代币，甚至可以说很多人根本不把它当成山寨币的主流代表。虽然它背后背靠的是币安，但当时的话 BNB 仅仅只是一个平台币，大家觉得可能是用来抵扣手续费或者是交易打折券使用。那社区的话也没有人去讨论这个 BNB， 就很像如果你现在要去找一颗还没有爆发但看起来非常有潜力的基本面山寨蓝筹币，那这个币的话可能当下热度不高，没什么人在讲，但你就是觉得它会爆。那我们就穿越回2020年9月1日，用这种心态买进一些当时被低估的 BNB。在当时的价格的话是$24，那结果呢，买完第一周就中箭落马，一根大的阴线直接跌了27.5%，最低价格达到18块以下。但是你咬牙撑住了 ，BNB 呢再慢慢拉回到原点附近，你心里想着还好我没有看回本，还好撑住了。那接下来的几个月才是真正折磨的开始。BNB 进入一段超级磨人的横盘震荡期，大概在23到32美元区间来回震，上去一点呢又下来一点，总是要突破的样子，结果呢都是假动作。你心里开始怀疑是不是又在高点被套了，还要不要继续等？每天开盘都像在赌博，整个人进入一种走也不是，不走又怕错过的焦躁期。接着时间来到11月底，比特币又迎来一段假突破，这只能从27拉到34，你心想这一次应该是真的了吧？结果没2天又重新跌回26。假设你在这个高点刚好不巧追买了，那在高点上瞬间蒸发快30%，已经快把你要洗出去了。那这种上不去也下不来的走势才是才是最折磨人的。你会不停的怀疑自己是不是该换币了，我是不是错过更强的币，我这几个月是不是都在浪费时间？你不免想起曾经有人告诉你 BNB 会25涨至600，你可能会觉得他现在已经疯了，因为你已经在28、29、30这个位置被骗了太多次，最后呢甚至会干脆涨到32我就跑。但是当你开始怀疑人生的时候呢 ，BNB 在12月底又开始进行一波缓慢抬升，它从32慢慢涨到35，最后呢再过39来到最高点41，也不是所谓的最高点，但在当时的话应该算最高点。这个时候呢，如果因为我们按理来说，从9月1日购买的 BNB 开始是24.7嘛，现在来到41.4，你应该高兴才是，但是呢，你不这样觉得，你反而开始恐慌。
你每天都在纠结，那现在又涨了，我要不要在这个地方进行加仓呢？我要不要再加一点筹码？不过呢，你内心会想，我之前在28、29、30卡得太久了，会不会 BNB 又开始就是进行一段长达3个月之久的横盘震荡呢？你可以这样思考，但市场不会给你犹豫的机会。你乍一看这个行情图，确实如你所料，它在这边又开始震荡，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你没有选择去进行加码，就可能加筹码或者加仓。那它确实从最高点45一路降至35，这个时候呢，你不免会庆幸，幸好当时没有去选择进行加仓。随后呢，又开始一波涨幅，但这个涨幅的话，也在你预料之中，你觉得它就是在横盘震荡。但一切的转机出现在了21年的2月01日。BNB 从低点43一路涨至53，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恐慌了。你说在当时为什么不选择去进行加仓一点呢？你仍然选择观望，但市场不会给你机会。到了1月下旬、2月初 ，BNB 开始加速，直接突破50、55、60，整个主升段已经正式起飞，你已经完全追不上。你心里想的是，刚刚其实这里的话，不就是更好的一个回踩点吗？我怎么没有上？这才是牛市最残酷的地方，不是没有回档，而是有给你机会，但是你不敢动手。之后 BNB 开始了几乎不回头的加速狂飙，一天涨 20%， 最后一天呢又涨 10%， 2天一共涨 30%， 两根 K 线的话就直接拉到了73左右。那你打开交易所看看自己的账面，从加 200% 到 250%， 直接突破 300%， 本来是应该要嗨爆，但这个时候一根突然的阴线，币价从73跌回68，差不多回了就 6%， 你开始慌了，不会又要回档了吧？是不是要重演那个回 30%， 然后横盘3个月的剧本，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看的 K 线图。你心里在跟自己讨论风险管理，要不要先在这里卖一半呢？然后设置一个止盈止损点，要不要锁仓？结果你还没有想完，它就继续涨了，没有等到你，直接3天拉到129，你根本看不懂发生了什么事，你以为到129就开始不动了，结果呢，不是崩盘，也不是拉升，而是卡在115到140，横盘了5天。这段时间呢，其实你也很煎熬，你在心里疯狂的跑剧本，这里是不是高点？主力呢要不要在这里偷偷出货？那会不会明天一个大阴线直接砸回到90？你不是不想赚，就可能是太怕又一次被洗出去。但就在你犹豫、紧张、迟疑的时候呢 ，BNB 再次爆冲，从130直接飙至330，只花了3天，那一刻你真的以为自己要财富自由了。KOL 开始喊 BNB 要突破1000，社群上全是火箭，全是千倍。全是你错过这一波就没有下一次。就在你提前开香槟的时候呢，梦碎了。短短9天 ，BNB 从330一路跌至210，跌幅超过36%。那你的账面上的话，从1200%盈利1200%直接砍半到600%。你不是没赚，但是你很痛，因为这不是你第一次看到账面涨上去，但是又眼睁睁的跌回来。你想的是不是牛市结束了？我是不是应该至少要先卖一半，还是等砍了然后再回踩？就这样来来回回磨了1个多月。价格呢困在210到310区间，很多追高进来的散户呢，这个时候呢都选择砍单离场。对你来说，这里的每一天都是煎熬，每天打开 APP 看到的就是加12%、减8%、加6%、减10%。这个时候会有2个版本的你，一个是保守版，一个是贪婪版。保守版的话，你承受不住这样的煎熬，你选择在自己直接获利了结，那至少有的赚，总比在后面亏进去要好。第二个的话是贪婪版的你，选择死扛，告诉自己这轮牛市呢并没有走完，自己撑住就能看到下一段主升段。结果呢，从4月初开始，比特币再次发动暴力主升段，300、350到400连拉长红，几乎没有停过。你不敢追，也不敢买，看着币价每天创高，账面一天比一天好看，但你的手已经在发抖了。如果从3月16日起，起涨点算到4月12日，短短18天，BNB 从234拉涨到596，涨了快155%。你会庆幸贪婪版的你，还好我撑住了，甚至在群里面分享自己的心得，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坚定的 BNB holder。但市场马上给你一记回马枪 ，BNB 短短1周从596一路杀回至422，跌了超过29%。账面上的话，收益已经少了1/3，你的信仰开始动摇。你告诉自己，这次反弹我一定要先卖一半，落袋为安。你不想再重蹈覆辙。结果呢，币价真的从420，3天之内拉回到587。你咬着牙照着计算，砍掉一半的仓位，松了一口气，还好我有调仓，这波稳了。那一刻，你感觉自己终于学会了什么叫做止盈止损、风险控制。虽然没有卖在高点，但总比一路砸下来好。你心里还有点小骄傲，觉得这一波操作比多数人冷静多了。但你不知道的是，真正的戏才刚开始。结果呢，就在你清仓的几天之后呢，BNB几乎不回头的冲向到了700。
你一脸错愕地盯着 K 线图，开始怀疑人生。不是说跌破结构，不是说要反转吗？但更让你焦虑的是，整个市场的情绪跟着瞬间转变，不是恐慌逃命，而是集体欢呼。刚刚那个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是假摔，还会讲快点上车 ，BNB 要挑战1000了，你还不买？打开推特刷到的全是这种言论。Discord 也在贴对账单，说自己又进场了，在群里更多是热烈讨论，回档买点还是能不能再继续加杠杆。几天前大家还在讨论要不要全看，现在全变成了回档就是上车机会，你越看越心痒，觉得自己卖在430多根本就是历史级别的误判，如果现在不补回来，下一秒可能又飞了。因此呢，你咬着牙重新进场，甚至还加大部位，越跌越买。但这个时候的你早就不是那个会看技术面、冷静分析链上数据的你了，你变成了一个被情绪支配的疯魔战士，只想追回刚刚错过那一段喷发，仿佛不再上车就要与报复擦身而过。然后就在你满腔热血、满仓冲劲的时候呢，一段几乎不回头的下跌趋势就这样毫无预警的开始了。短短8天 ，BNB 从700蹦极到最低点的256。暴跌超过63%，你不想砍，但也不敢加码。你原本来是冲1000元的，现在祈祷的话不要跌破200，你只能拼命安慰自己没事，这只是回档。一边疯狂的 Google 搜索牛市中途的话还会不会跌70%，BNB 还会回来吗？但其实你内心早就知道这一波是真的结束了。这就是大部分散户最常见到的牛市结局。你不买也不是你没有赚爆，而是你曾经拥有一切却没能在最该收手的时候放下。一生最痛的从来不是亏钱，而是你明明赚过20倍，却在最后的赔钱中出场。这就是我带着大家一起模拟的整段 BNB 的旅程。我们将 K 线图拉得更长一些，你会更加直观的看到，你从24一路爆到580，看起来很像是那个天选之人，但实际上你经历了无数次让人怀疑的横盘震荡、暴跌、假突破，还有更加煎熬的心理拉扯。这其实根本不是一场从底部买到顶部的报复剧情，是一段从地狱活下来又差点跌下悬崖的修炼旅程。当市场的情绪开始升温，这个时候你就会想，是不是该买一些山寨币？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不是每一段上涨你都要抓到，也不是每一个币你都要跟。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干嘛，知道什么时候该上，知道什么时候该下，知道什么时候该空手。你可以错过最低点，也可以错过最高点，但你不能失去理智，你不能抱在半山腰上。所以你现在该做的并不是FOMO，而是要想清楚，你要在山寨期来的时候呢，真正去投资哪一个，是短抄还是价值投资，还是赌蓄势？你最大能接受的回档是多少？10%、30%还是50%？涨了多少呢？你会卖，不设置止盈止损，最后呢可能会全部还给市场。这些问题的话，你越早想清楚，下一波行情来的时候呢，你就越不会当最后被割的那个人。因为在牛市里赚钱从来不是靠冲动，而是靠事先准备好你的行动计划，到时候呢才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作为新人，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OKX，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体验金的奖励。币安宇宙第一大交易所不仅可以享受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还可以阿尔法快速变现，填充我们的钱包。XT 交易所新币上线最快交易所之一，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 现货比例 49%。并且我们协同了交易所开启了跟单交易，仅需要加入我们跟单交易，就可以将手上闲置资金100%利用起来，实现每天躺着赚钱。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头的多少，并且不是一次性的，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就一直会有空头。这里的空头的话，今天我们会涉及到。所以近期呢，各位观众呢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同时呢，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一定要去完成，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头挂钩。另外呢 ，SOI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它现在认证 SOIP 的话有3种方式，一个是交易所注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注意，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OIP 的权限。这里呢，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是开通，再者是去购买 Xcopy。这个 Xcopy 的话，将会作为后续的空头发放给大家。我们在这里先说明，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什么意思呢？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即可以进行验证。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亲测过 0.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 价值大概11刀左右。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卖掉。这个 Xcopy 的话，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会一直作为空头发放给大家。那另外呢，
一旦成为终身会员，解锁 SVIP 的功能，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VIP 的专属信号群，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止盈点、止损点位、具体仓位的大小，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同样，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借以开单减少风险，但风险会一直在，投资需谨慎。